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只要提到國旅，留言區一定會有人說，這價格我可以直接出國了。老實說，我原本也是這樣想的，直到我去了綠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13。這次我跟家人們一起到綠島旅遊，整趟行程就是吃飯、潛水、吃飯、潛水，超級樸實無華，但也是最讓我可以放鬆的行程。如果你要問為什麼要潛那麼多次水，其實因為綠島有很多不一樣的潛水點，就跟陸地上一樣，有很多不同的地形跟魚群，有時候也會遇到驚喜。那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台灣綠島到底有什麼魅力，讓我願意一次次的回到這裡吧。從台北到綠島真的是要翻山越嶺，首先要先坐台鐵到台東，再坐計程車到富岡漁港，才能到綠島，耗費的時間很長。小等一下，先不要跳過影片，好好看下去，跟你說真的超級值得。順帶一提，我們去的時候剛好是綠島的海祭祈福，邀請本島很多神明一起海巡，祈求小島平安順遂，還剛好體驗到跟神明做同燒船，有一種深受保佑的感覺。這次一樣去住去年打工換宿的民宿，愛上綠島。他在我決定要更愛自己的時候接住了我，讓我停下一切，好好思考。這裡就像是我第二個家，這次也是想讓我的家人朋友一起感受這裡的溫馨與熱情。那接着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，我們今天住的是愛上綠島民宿。我這間房間的話是2人1間的房間，空間其實還蠻大的，可以開很多行李箱的程度。那邊有一個電視，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冰箱可以用。後面的話就是浴室，我覺得就是簡單乾淨，然後舒服的一個空間。重點是它這邊離綠島大街非常近，所以你要去買東西也很方便。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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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菲菲。运镜。这一趟潛水一定要看到巨大生物。我上次去小琉球過生日當天看到長尾鯊呢。真的假的？對啊。那我有看到哦。那第二個就是大家賺更多錢、更多時間出來玩。耶！好。耶！生日快樂！耶！那你昨天還騙我說沒有？我昨天跟他說，那我去綠島有蛋糕嗎？他說沒有。我是要有個 surprise 嘛？第二天我們開始潛水，讓媽媽們浮潛餵魚的同時，我們在旁邊繼續練習自潛。綠島的海依然很清澈，魚群生活得很好，又大只又不怕人，生態也非常好。我當初也是到這裡才對台灣的海改觀的，原來台灣也很漂亮。身為台北俗，真的被驚豔到了。每次在水下遇到海龜的時候，都還是會覺得很不真實。在這邊巧遇的海龜幾率雖然沒有小琉球高，但至少這邊的海龜不會追着人跑，我們之間還是保持着最美的距離。傍晚，我們來到朝日溫泉。朝日溫泉是全球唯3的海底溫泉，在這邊一邊泡溫泉，一邊看着天空從夕陽到星空。對習慣忙碌生活的都市人來說，旅遊就是要讓自己的思緒跟心靈放空，才能夠全身心的釋放壓力。更應該趁旅行這個機會好好充電，好好跟重要的人相處。接着我們要下去那邊住溫泉站跟蝦子了。我們剛剛其實全部人有先泡一下溫泉，然後讓身體暖一點，不然真的是海風吹着有那麼點冷。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下面那坨很多人的那個地方，就是在那邊煮蝦跟煮蛋。這邊的溫泉水煮蝦煮蛋之後都會變得超好吃的。用溫泉水煮的食材非常好吃，食材本身很甜很新鮮之外，海水的鹽分均勻地附在食物上，很純粹很樸實的美味。我們的食材是事先在農會買的，如果你真的忘記的話，溫泉入口是有販售的哦。那蝦子好大只哦。对啊，超大只，比上次還大只很多哎。是越接近溫泉，然後那個蝦子、玉米跟雞蛋的價格越貴。就是哈哈，你忘記了吧？要不要買啊？我比較貴哦。你不買也可以啊，你就騎回去啊。對啊。蝦子好吃嗎？好吃，甜。
蛋煮的超剛好了。我們現在在吃健康餐。最後晚上我們騎車到大白沙，沙灘上完全沒有光害，所以天氣好的時候甚至可以用肉眼看到星空。我們也在這邊拍下這趟旅程最難忘的回憶。第3天，這趟的重頭戲體驗潛水，我們還帶了黑熊的生日布條，想說要拍一個很厲害的水下畫面，結果下水之後沒有人記得。而且我明明有證照，但我還是想要被教練拎着走，超級廢。我們這次選擇了全面罩，整個臉都不會碰到水。推薦第一次體驗潛水後比較怕水的人可以選全面罩，會非常有安全感。體驗潛水除了基本行程，海底油桶、海底愛心跟海龜合照，還有小丑魚合照。每次下水都會遇到不同的驚喜，這也是我很喜歡大海的原因。晚上的行程是船釣黃鰭尾。上船前，我先吃了暈船藥，因為我真的不想要在這裡吐啊！現在還生龍活虎的，等一下回來之後看到全部人，很累的樣子。没体力的人，加油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每次船釣的目標會依照漁獲的季節有所不同。出來！來了嗎？来了。什麼？哦，青魚，煎魚。又不酸了。你手沾着他的鮮血。只能說超級好玩，其實不一定會釣到鮪魚，有時候會是別的魚種，但可以這麼便利的體驗到船釣，而且困難度不高，我非常推薦這個行程。行程結束後可以直接拿鮪魚去餐廳代客料理，這是我第一次吃鮪魚，吃到有點怕，那一餐真的是蛋白質爆表。隔天早上吃漂亮早餐，但你也知道漂亮早餐人一定很多，所以我建議早點來。今天的主要行程是輕鬆的港口潛水。其實我原本一直覺得港口就等於很髒，但這裡完全不是，有海龜，有魟魚，還有一整片的小丑魚島。那一刻真的會覺得綠島的海真的很誇張，每次看到這些生物都還是會有一種怎麼會這麼漂亮的感覺，真的好喜歡這裡。而且其實我們在行程中也有遇到外國人特別跑過來看海龜，所以有時候會發現我們平常覺得很習以為常的事情，很常會是其他人非常稀罕的事情。最後一天，我們慢慢吃着早餐，看着海。或許有些人看到這邊會覺得很無聊吧，但對我來說，每次來到綠島，享受在小島上的短暫生活，會讓我有種與世隔絕的感覺。平常的焦慮跟煩惱，來到這座島上一點都不重要了。這是讓我可以歸零自己，讓我可以跟自己好好對話的時光。島上的大家也非常溫暖，相處得很自然，很舒服。而每次的水下相遇，那個漂亮畫面都會深深地記在我的腦袋中。除了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，同時也會回顧是否有好好對待自己以及環境。那如果有人問我說，國旅這麼貴，還有推薦去的地方嗎？我的答案應該會是綠島，因為這裡有清澈到不真實的海水，有豐富到讓人驚訝的海洋生態，還有一種只有親自來過才懂得慢步調生活。所以我也很好奇，如果是你願意花多少錢買一趟這樣的旅行呢？留言告訴我你心中的台灣最美離島是哪一座吧。那我是13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